你这厮好的不学尽学坏的，女修御空飞行，大都习惯驾驭法宝，法宝遮挡住了，就算没有法宝，御空的时候也会用灵力挡住裙子。受教。不过嘛，老夫昔日习的洞悉之目，不管如何隐藏，抬头就能看到。请先师教我。好的不学，学坏的是吧？疼！师尊轻点，徒儿知错了。不知仙师对天魔了解多少？天魔乃是魔界主宰，不死不灭，万年前被先帝以镇魔剑镇压。镇魔剑是这把吗？这怎么会在你手里？掉仙池掉的啊！没了镇魔剑，天魔迟早复苏。告辞，我跟你先帝无关，别连累我一起死。别走啊！天魔复苏，所有人都得完蛋，你也跑不了。掌门呐，你说你惹谁不好，偏偏惹天魔，你可知那天魔有多恐怖啊？我哪有胆子惹他呀？是他要弄死我。算了，先唬住这老邓再说。我惹他，你何不问问他惧我否？难道掌门有能力对付天魔？等本尊实力恢复，区区天魔弹指可灭。掌门，我读的书多，你可别骗我。若信你就留下，若不信请自便。请掌门见谅，刚才是我太激动了。无妨，总算把这老邓唬住了。检测到升龙秘境即将开启，请宿主带领弟子前往升龙秘境历练，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奖励气运大鼎。你他妈不让老子去收徒，让老子带徒弟去历练。天剑宗也不知道招惹了谁，连带着老祖都被灭了。好像是仙殿掌门，也不知道回不回来。升龙秘境乃是修仙界第一大秘境，仙殿掌门要是算到，估计会带着弟子前来参加，到时候我们上三宗弟子要一致对外呀。那是自然。敢问阁下是仙殿掌门？不错。仙殿掌门，这升龙秘境只有元婴修为以下的人才能进去，而且里面的危机大于机缘。你弟子要是在里面出事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他们在里面出事，说明他们学艺不精。那就好。你们三个进入秘境后，一切以情明为主。他经验多，心里有分寸。你们在里面要是不听话，到时候别怪我不客气。尤其是你，陈健。师尊放心吧，我保证听话。鱼跃龙门，上天为龙，下海为蛟。升龙秘境已开，尔等各凭本事入龙门。徒儿，这次为师无法护着你们，你们进去后切记小心行事。是。哎呀，弟子历练跟我没关系，喝酒去。请宿主进入秘境。系统，你他妈让我进去送死是吧？系统，商量商量，我就不进去了哈。我这么强，进去不是以大欺小吗？再说了，升龙秘境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又不需要。高系统，等我日后成仙，我非得抛弃你不可。仙师对升龙秘境了解多少啊？升龙秘境是龙族遗址，昔日龙族强大时占据3个世界，不过后来被魔界给灭了2个半，其中半个掉落在这里，里面很多没有被毁灭的种族都被魔气感染，变得凶狠异常。知道了。很危险，我去了不得死在里面啊！系统，我再晚点进去行不行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啊。行了，我们也走吧。哎，楼梯呢？掌门，升龙阁81层，每一层都有特殊威压，能住在第几层，全靠自己的实力，因此不设楼梯。你他妈，这不是欺负弱者吗？知道了。掌门，咱们不住这儿吗？高处不胜寒，本尊不喜欢住在高处。你带冰儿住在这里等候消息，我出去转一圈，有什么事通过令牌联系我就行。哎，正好饿。
狗系统，你他妈玩阴的是吧？你想弄死我是吗？先生，秘境中残破的宫殿是在什么地方？升龙秘境残破的宫殿很多，龙族爱财，凡是龙都喜欢收集天材地宝。这掌门可否说的详细一些？这地方有龙魂？龙魂？那应该是龙族的大本营了。话说，掌门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就站在我面前。你是？你闯入本座的宫殿，还问本座是谁？龙族世界破碎，居然还有龙活着。人类臣服本座，否则死。你现在就是一道残魂，还想让我臣服你？这样吧，我也不忍龙族消亡，你臣服我，跟我回宗门，我让你担任宗门气运金龙。蝼蚁，你居然敢让高贵的龙臣服你！此乃气运大鼎，可滋养你的魂魄。你若臣服于我，此鼎便是你的居所。你休想！本座乃龙族最后一条真龙，岂能臣服人类？金龙，你一个人在这孤零零的地方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迟早有一天会憋死的。臣服我，我还能复活你。复活？你好好看看，这是什么？神兽玄武，不是早已死光了吗？它原本是一件兵器，我用仙丹将它复活。我可以跟你走，跟你宗门气运链接，但你不能奴隶我。没问题。残魂果然好忽悠。金龙，你这地方还有什么宝贝没？我徒弟在这地方历练，我给他们找点宝贝。我徒弟越强，你的气运金身也就越强。跟我来。这么多龙发了呀！打了这么久，怎么全是小怪？不知道呀，不如问一下仙师吧。仙师，这地方不是龙界吗？怎么连条龙都没有啊？龙界是以龙为尊，所有动物修炼的最终目标都是化龙。你们现在遇到的都是化龙失败、沾染了魔气发生异变的动物。那儿有龙吗？有，往龙殿走，为师给你们弄好了。等你们过来以后，龙血淬体，龙骨塑身。哎，师尊，你也来了？为师进来看一眼，但不会帮你们。你们要是抵达不了龙殿，那这机缘和你们无关。师尊放心，我们会全力以赴。既然师尊已经准备好了，那就不用探索了，直接一路杀过去。好烫啊！本座乃祖龙纯血后裔，不是动物所化的假龙。本座的血肉骨，凡人可消受不起。我相信我徒弟他们用得起。你是怎么死的？本座和天魔大战10天10夜，打得龙界昏天黑地，血光漫天，然失手半招，被龙界所累，因此失败。掌门，查到了，那金龙被天魔一拳轰杀，龙族数百万大能祭出自己的龙丹护住金龙的残魂，让金龙存活下来。金龙，脸疼不？本座乃是一道残魂，没有脸。找到你了！妈呀，此地不宜久留！哎，掌门，等等我呀！姐儿离我远点，那鬼东西来找你麻烦，别牵连我。我宗门有徒弟，我可不想牵连仙殿。掌门，您说过让我当宗门气运金龙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不能说话不算话。我小金龙发誓，以后对仙殿不离不弃，行不行？哈，掌门，我把我的本命龙丹给你，我跟你缔结主仆契约，你别抛下我，小龙我怕。你死就死了，你别连累我呀！大哥，你要找小金龙报仇，我不拦你，咱俩各自安好。卑贱的人类，我回来了！哎呀，我不卑贱，肯定不是说我。我又不是人类。金龙，你快回来，别走啊！哎，你死远点儿，别累了本座，本座跟你不熟。本座复苏多日，本以为找不到你，却不料你居然会来龙界。此方曾经被我屠杀，留有我的魔气，以此方世界为记号，我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世界。不是，我跟你不熟，你找我干嘛？蝼蚁，昔日你……何人敢羞辱我师尊？
就是你吧？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？师尊，我们收到消息，第一时间赶来。镇魔剑，你居然把这把剑给他！叽里咕噜的说啥呢？吃我一剑！找死！那玩意儿不好对付。清玄，你远处偷袭；秦明，你找机会用丹鼎困住他。疾风夜火，丹鼎。跑什么跑？去跟我徒儿打团，赢了一起回仙殿，输了呢？输了我带你一起跑路。上吧，气运金龙！没人能杀了我，哪怕天地也不能。我去，气运金龙！陈剑，你手中的剑可镇杀他？天魔是吧？我陈剑有一剑，可别翻山填海了，你赶紧吧你！等他魔气聚集起来，你更不是对手了。吃我一剑！徒儿，用力刺进去！杀得天上地下无人敢称尊，杀尽3000世界唯魔独尊！陈剑，哪怕我现在只是一道魔气分身，今日也要杀了你！完蛋了！系统使用一击必杀卡。我不过是不想浪费罢了，你真当我杀不了你？给我死！不堪一击！贤弟，3日后我必将杀入你的世界。身体被掏空，好像一晚上打了10次飞机。秦龙，带我徒儿去用你的龙身给他们淬体炼骨。好嘞，掌门，跟我来吧。妈的，累死我了！没想到你们真能扛得住。也罢，我还有一件宝贝也赐给你们了。龙族中金龙的身躯最坚硬，我用我的鳞片给你们打造一副金鳞甲。多谢金龙前辈。不用谢，从今以后我也是你们宗门的一份子，你们强我就强。小金龙，我还有一个徒弟在外面，龙血龙骨都给我留一份。我的身躯能滋养20多个人，其他的我全留给你。至于其他龙族尸体，就让他们沉眠在这里吧。师尊，这件是你？这剑是你的，好好练剑吧。为师曾跟你说过，等你把所有剑法学会之后，你持剑不会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剑法，也没那么多的口号。徒儿受教，这次回去一定好好练剑。走吧。师尊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消耗太大了。掌门，刚才升龙秘境里是不是有什么动静啊？天魔残影已经解决了，你回头重点研究一下魔剑。书上说魔界曾被先帝镇压，为防魔界祸乱天下，昔日先帝将魔界封锁，并且流放在虚无之界。天魔复苏了，他说3日后就会来修仙界。天魔怎么会看上下等世界呢？因为我在这里。仙殿弟子怎么出来的这么快？我刚才好像看到仙殿掌门带他们出来，难道他也进去了？我徒儿在秘境里遇到了些危险，我顺手把他们救出来，并未进去。往年升龙秘境获得最好的宝物，乃是一片龙鳞或者一根龙骨。不知仙殿这次获得了什么呀？一条龙。陈剑，不可胡说，我徒弟他们资质平庸，没什么收获。告辞。
若真得到了一条龙，其价值难以想象。一滴龙血，哪怕是大帝都需要啊！我看那些弟子身上个个都有龙的气息，恐怕在里面得到了难以想象的龙族秘宝。前些日子，丹阁阁主找我，请我灭了仙殿。如今仙殿又在生龙秘境得了这么多东西，那就绝不能放过他。来人，全世界给我寻找仙殿的下落！你们也下去修炼吧，尽快提升自己的修为。为师不可能保护你们一辈子。是。掌门，你有点虚呀。我强行运用实力，留下了后遗症，不必声张，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。那我扶你去歇着。恭喜作者完成任务，获得气运大鼎。气运大鼎凝聚宗门气运之力。哇，好浓郁的气运啊！掌门，你是不是把这个世界的气运都收走了？我只是收了一些徒弟而已。系统抽奖。并蒂生莲可重塑肉身、重塑血脉，需2个人使用。阴阳之力，宿主可掌控阴阳之力。这给的什么破玩意儿？阴阳之力有毛用啊？外面什么动静？师尊，徒儿炼制的丹药出炉了，请问师尊，徒儿炼制的丹药该放在哪里？哦，放藏经阁。是。秦明之前是丹帝，炼制的丹药肯定不错，反正我徒儿也用不上，倒不如……哎呀，秦明也不知道分类一下，万一我徒儿他们吃错了怎么办？还是让为师来解决吧。哎，我炼制的废丹呢？废丹？对啊，我用边角料练手，练了一堆废丹，我想着丢了可惜，暂时存起来，等攒满了回炉重炼一下。应该是被人拿走了吧？话说吃了你的废丹会怎么样啊？会很惨，要不去跟师尊说一声，免得谁吃错了对身体不好。啊，走走走。这丹药的药效这么好，徒儿炼制的丹药好强。师尊，你们2人不休息，来大殿作何？师尊，徒儿炼制了一些废丹放在藏经阁，不知被谁吃了，特来向您禀报一声。废丹？我吃的这些丹药都是废丹，徒儿不啊！师尊，你的声音和身体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没事，为师正在恢复实力。秦明，你炼制一些解毒丹放在藏经阁，避免你师姐他们吃了废丹中毒。是。我的帅脸，不，系统大大救我！检测到天之骄子，请宿主前往收徒，完成任务后可获得宫殿群及宗门阵法。系统大大，你先帮我恢复，等我恢复后，我马上去。狗系统，求了一晚上都不理我，还得我去偷解毒丹。掌门，你可有道侣？未曾。没有道侣，怎么会头顶一片绿呢？本座要去收徒，仙师你去不去？去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大侠，有话好好说。喂，你们眼睛瞎吗？连我师尊都敢动？不是他们眼瞎，而是我们身处战场中心。仙师，这什么情况？我没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东周。东周是一个王朝为主的国家，眼下正在交战的就是太阴、太阳2大王朝，在东周算是偏上等王朝。那个就是我徒弟。哪来的修士？难道是武玄空请来的外援？凭空出现，定是武梦里请来的助手。怎么有2个？系统，打开面板查看。武玄空，武梦离，年龄21，体质太阳之体、太阴之体，修为金丹巅峰，经历
阴阳双生，双胞胎姐妹，自有分离，王不见王。一人为太阳王朝之地，一人为太阴王朝之地，年年交战，至死方休。我去，难怪狗系统给了2份奖励，这是得收2个死对头徒弟啊！这怎么收啊？他们2人分明是姐妹，怎么会势如水火？他们2个一阴一阳，根本矛盾是阴阳大道相斥，就像天地一样，永远分离。除非掌门有能耐让阴阳大道相阴相生，否则他2人必须死一个。哼，原来如此。狗系统，你搁这儿等着呢是吧？抽奖抽到并蒂双莲，还是2个人使用，不就是给他们2个的吗？师尊是打算收他们2个为徒吗？尔等何人？吾乃仙殿掌门，见你2人与本尊有缘，前来收徒。收徒？整个东周，无论大小宗门，谁都没有资格收我2人为徒。你要不先看看我们是什么宗门？仙殿，灭天剑宗的仙殿。不错。我虽修为低下，但掌千万疆土，管亿万人生死，有王朝气运加身，何须拜入阁下宗门？我仙殿修的是仙道，你太阳王朝亿万人生死，不过仙人一念之间。你眼中只有东周这方寸之地，而我仙殿有的是所有世界。我可以拜你为师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灭了太阴王朝，等太阳王朝一统天下，我便随你修仙。本尊此番前来，并不是只收你一个，武梦离也是本尊选中的弟子，我已让长老前去商谈。我和他势如水火，掌门若有意收他为徒，那就请便。若我能解决你们2人的根本矛盾呢？敢问前辈作何？他们2个是你女儿，彼此大道相斥，我将帮他们梳理大道，解开因果。没用的，我请教过上3宗的长老，长老说大道缥缈，非仙人不可为。仙人也都做不到，但是我家师尊可以。你们女儿我收为弟子，太阴太阳合并为一个王朝，可有意见？问他吧。太阴太阳纠缠了数千年，彼此皆为世仇。就算掌门有能耐解决我女儿之间的恩怨，可阴阳始终无法调和。你们宗门之间所修的道不同，等我阴阳调和之后，共修阴阳大道就是了。至于世俗之间的矛盾，以你们2人的手段，难道还解决不了？能解决，那不就得了？系统使用并蒂双莲。仙师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仙界至宝并蒂双莲，他们并蒂双莲可以重塑肉身和血脉，没想到掌门手中居然有此等至宝。上来吧。他们2个阴阳大道都不够纯粹，难怪会老死不相往来。系统使用阴阳大道。这是阴阳大道的显化，只有将道路走到极致，才能显化出大道。难道掌门是仙王？阴阳合道，掌门这是在开创新的大道。开创大道，不错。仙界历经数百万年，也就琢磨出3000大道，可证得大罗国位。而阴阳本是2条大道，掌门现在将它们融合为了1条。你家掌门到底是什么人物？我师尊比天上的仙人还要强。何方小辈敢窃取阴阳？仙师，他们是谁？阴阳之力乃是所有世界的根基，仙界亦是如此。哪怕是仙王都不能直接窃取阴阳之力，一来容易抢夺别人大道，二来阴阳失衡会让世界大乱。
凡是修炼阴阳大道的人都会来阻止。本尊今日融合阴阳大道，尔等皆为受益者，何必阻我？阴阳本为对立，掌门今日合道，凡是修阴或阳大道的人都会得到另外一条道路。阴阳大道本为天地，岂能容你随意合道？给我停下！玄武要是真没有，那就只能让仙师上。去吧！人兽玄武尽会在下界。我家掌门为徒弟合道，尔等若强行降临捣乱，惹怒掌门，后果自负。你是何人？仙师李存道。是仙师大人，您不是渡劫失败，飞灰烟灭了吗？仙殿掌门请我来当仙殿长老，并未渡劫失败。原来如此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仙殿掌门见谅。还得是仙师啊，几句话就忽悠过去了。长老，那些仙人很强吗？实力都在天仙之上，你说呢？天仙是什么境界？下界最强修为是大成境，也就是大地境界。大地飞升仙界后为人仙，之后是地仙、天仙、真仙、金仙、大罗金仙以及混元无极自在金仙。大罗金仙也就是仙王和仙尊，混元无极自在金仙则为仙帝。本以为飞升之后就是仙人了，没想到飞升在仙界也只是普通的人仙。此言差矣，仙界何其大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人仙，地境界修士海了去了，跟此界的凡人一样多。况且飞升后会被仙宫收为弟子，待遇良多。吾等愿拜掌门为师。恭喜宿主招徒成功，获得奖励仙殿阵法以及宫殿群。仙殿阵法可随意移动仙殿并隐藏仙殿，宫殿群弟子居住所。检测到宿主超额完成收徒任务，修为反馈为金丹巅峰。系统还挺良心的，我现在已经收了6个徒弟了，只差最后一个就能获得终极大礼包了。你二人的道路完善，只需按部就班的修炼就能走下去。王朝之事交由你父母。能做天上仙，谁还当人间皇？王朝打了这么多年，我也累了。师尊，宗门事务和王朝政务需要交接一下，能否给徒儿一点时间？可，反正回去也没事儿干，干脆体验一下人间生活。宗主发现仙殿踪迹了，在东周太阳王朝，暗中盯着仙殿的一举一动。我会派遣大长老过去。明白。徒儿，为师给你们放3天假，这3天你们可以在东周随便玩，3日后随为师一同回仙殿。晚上别来打扰我，我要当昏君。多谢师尊。行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膝，此乃男人的梦想。掌门乃是绝世仙人，难道想当皇帝？本尊在凡尘，自当体验凡尘中的一切。掌门，当皇帝很难，每天都要处理政务，完全没有自由时间。停，这些都是你的事，别跟我说。掌门不是想体验皇帝吗？我是想当昏君，谁跟你办事儿啊？我就体验2、3天，你想让我帮你处理政务不成？哦，明白了，这3天定招待好掌门。掌门，庸脂俗粉过于寻常，我给你看仙子跳舞，此乃仙人舞，跳舞的乃是仙界凤凰仙宫弟子，个个都是天仙左右的修为，一般只有仙王级别的人物出现，或者有大喜庆时才会跳。我去啊，仙界的仙子这么漂亮，我要飞升，我要横推天上仙。你们几个留在这里伺候掌门沐浴更衣，切不可有过多的举动，免得引起掌门不快。龙虎，
掌门乃是得道仙人，岂会看上庸脂俗粉？万一掌门生气，掌门既在人间，说不定是要体验人间生活。掌门要是不需要，大可以让他们出来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去见见女儿。这才是生活。美人儿，我来。